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其实我必须说，今天这个地方呢，也算是很久没有拍的一个题材。说多久呢？也不能说太久，因为前一阵子好像有拍过。没错，它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工厂哈。那它是什么样的工厂呢？其实这一点当然就不方便透露了哈。那我为什么会来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听到人家讲说，关于这边的一个传说跟故事，还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好，那这个地方它又为什么会废弃呢？它的废弃跟这些经历是不是有相关的？据说是没有。其实之前这里发生过事情，听说也处理好了，就单纯是因为经营不善，价格上有可能打不赢人家，所以它最后废弃了。那废弃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东西都留着，所以呢，今天算是还蛮多残留物的哈。好，那至于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又有着什么样的传说呢？那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喽。好，来，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哈。然后你看这台收音机多久了？哇，我以为 PS 然后神桌上面的神明早已人去楼空，宝贝还在就是了。饮水机、电表，所有东西都还留着，这个样子。然后这是他的办公室，东西还完完全全的留着宝利达 B， 哇，这电视都不知道多久了。偷西巴的，这个是99年，2008年的，真久了。我必须跟他讲哦，现在夏天到了哈，所以你们会听到一些声音，是那个我那个风扇的声音哈。对啊，这是办公室传真机、电话什么都还留着。命名宝典。好，人形外面好，那我们到2楼去看看吧。这要打卡的，时间永远停在了10点24分、23分，然后这里好多鞋子啊。天花板都塌下来了，啊，你看看。好，这边等下再给大家看，先看这里吧。天花板都塌下来了。这是他以前的浴室，代表说这以前可以住人哦。这一间看起来应该是以前的厨房哦。
不是像工作室然后呢，有一个很糟糕的设计，就是冷气怎么在这里？它的热气排出来，不是排到室内？阿菜，对啊，冷气还是在这里。然后这里还有地毯，钱款请付发票。这个地方以前又有床但感觉好像是会计用的。对啊，会计账本。然后这里有地毯，天花板都塌了。这冷气东源多久之前的？以前上面有变频的好，其实走了这一段，那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些传说跟故事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好，这个地方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我现在换到室内了那其实呢，据说啦。最早这个地方的时候，有请了一些外籍的移工。那这些外籍的移工呢，某方面来讲，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学长学弟制。那学长学弟制的一个情况下，当然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像说，假如说菲律宾来的跟印尼来的，有可能就会分菲律宾派跟印尼派。那菲律宾人假如人数比较少的话，某方面来讲就会被印尼给欺负，不是吗？好。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在这里它就发生了，然后据说呢，有一个菲律宾人被欺负到有点受不了。那其实呢，出外工作，人生地不熟的，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了一些很多很难以容忍的一些事情，不管是文化的差异等等之类的。好，虽然他这边有同乡一直在安慰他，但是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那每个人个性都不同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有一些人的想法非常非常的悲观，在这边被欺负到最后，他用很不好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好，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业主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嘛。那当下他也是有请老师来稍微做处理了一下。这个处理之后呢，就很奇怪，本来没事的，处理完了之后就出事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有人晚上这边睡觉睡一睡，睡到会被鬼压床，据说被鬼压床。鬼压床完了之后呢，有一些人会在这个地方看到之前那个菲律宾的员工还在他的岗位上工作，所以说弄得这个地方人心惶惶等等之类的，大家都相当的害怕。可是这个东西跟业主讲，业主说我已经办过了，是你们自己的心理作用等等之类的。好，那当然业主也就说那先这样子吧。可是呢，事情就越发的严重，基本上欺负他的那群印尼人，简单讲，印尼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国人，他们就生了很严重的病。那生了很严重的病，那当然也是看医生嘛。但是问题是1个月当中，他们有2个礼拜都在生病，等于说，那找他来到底要干嘛，对不对？那有些老板就说，那不然把他 fire 掉之类。那当然，这些印尼的员工也觉得很难过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就开始提出说，他会不会是菲律宾人？所以说，因为菲律宾人主要他不是信佛教，他们是信天主教。我们是不是要用天主教的方式去超度他呢？等等之类的。那业主说啊，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所以呢，就请了一个类似天主教的人来这边做一下净化。好，做完净化之后，很不幸的，这家公司过没多久就倒闭了。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倒闭，那据说是别种原因。好，那这个地方废弃之后，其实它前面有条路。人有时候车子会经过这样子，然后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他晚上经过这边的时候，其实在马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内部。他说他有看到一个人在里面，站在里面。当下他想说自己是眼花了，想说会不会是有人跑进来等等之类，所以他骑回去看一下，人不见了。好，那他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因为他上晚班，所以回来都比较晚。然后再回来之后呢，有一天
又在这个时间在那个窗口看到了一个人。那他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经历，所以他这次骑得特别慢，想要看看这个人还在不在。然后呢，看到这个人之后，他就问他说：“你在里面干嘛？”可是那个人没有回答他。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看一下他的脸，他就觉得这个人不是台湾人，是外国人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用英文跟他对谈，就是问他说 "Where you come from？" 然后呢，有人说菲律宾。从菲律宾来的，然后呢，他当下想说奇怪，怎么讲呢？那后面他英文也不行嘛，所以就没有问他些什么，然后他就跟他讲 "Take care， 你保重这个样。"那个菲律宾他看到那个人跟他点点头，然后笑一笑。可是呢，他慢慢的发现他的眼睛这边开始流出血来，然后那个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人就赶快骑车的离开这个地方之类的。那事后呢？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就去跟他周边的朋友讲说：“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方面这个地方的故事？”大家都说有，而且甚至很多人都有目击到这一个菲律宾人，甚至有一些人看到他还会用中文跟他沟通，竟然还能通，这就是神奇的地方。好，那这菲律宾的好兄弟是不是还在这个地方？我想等一下到最后，我们用器材来做个简单的问与答，顺便再来把剩下的情看完吧。介绍完这里的传说接下来我们下去看看吧。其实他的器材都留得很完整仿佛碰到什么事情就这样人去楼空。这好像以前那纺织工厂在用的器材。稍微再看一下前面吧。我还以为那是人呢，前面真的人形呢。好，那个。不管怎么样啦，忍一时风平浪静。对啊，又写英文，这跟故事当中会不会有相关呢？我不知道，但这句话确实讲得很是时候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必须很遗憾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说，你们能看的就差不多到这边咯。那接下来是会员才有的部分哦。所以最后，也希望非会员的朋友可以去订阅1233够冲绳 QR code， 我会放在最后哦。先跟非会员朋友说拜拜。1、2、3、3